今天我们讲活出生命的意义。首先，为什么要介绍活出生命的意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常常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精神控制。广告、社交媒体、市场营销不停告诉我们，幸福和成功取决于我们拥有多少物质，我们的社会地位有多高。这个消费主义的社会架构让我们被引导去追求短暂的物质满足，而忽略了内心的真正需求。但问题在于，越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很多人反而越感到空虚和不安。消费主义就像是一个无底洞，它不断制造需求，却从未提供真正的满足感。因此，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的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在纳粹集中营经历了极端的苦难，但依然通过寻找生命的意义而幸存下来。这本书不仅仅是他的个人经历，更是关于如何在最绝望的境地中找到生活的意义，并通过这种意义活出内心的自由。弗兰克尔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并不依赖于外界的环境，而是来自于内心的选择。而这种自由，正是我们在面对现代社会的精神控制和消费主义压迫时最需要学习的。接下来我们讲讲弗兰克尔的意义发现过程，初期的震惊与绝望。当弗兰克尔被送进纳粹集中营时，像所有囚犯一样，他首先经历了极度的震惊和绝望。他失去了家人，失去了自由，连他身为医生和学者的身份也被彻底抹去。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很多人立刻崩溃，陷入绝望，甚至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弗兰克尔描述了很多人在一开始的反应，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被剥夺得几乎一无所有，只剩下赤裸的生存本能。然而，弗兰克尔逐渐意识到，尽管环境极端恶劣，但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依然有一种选择的自由，那就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一切。这也是他意义疗法理论的开始。弗兰克尔意识到，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外部的环境，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应对这些外界的压力。精神自由的觉醒。在集中营里，弗兰克尔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依然可以拥有内心的自由。这是一种无形但强大的自由，任何人都无法剥夺。在物质几乎完全被剥夺的状态下，弗兰克尔意识到，他依然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他可以选择放弃自己，或者可以选择继续为某种更高的目的而活。在这里，弗兰克尔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并不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而是由我们如何回应这些环境来决定的。这种内心的自由让他能够在极端痛苦中找到心灵的平静。今天的我们同样可以在面对精神控制和消费主义时，选择不被外在的物质世界所左右，守护自己的内在自由，对未来的憧憬。弗兰克尔还通过对未来的憧憬，找到继续生存的理由。在集中营的寒冷和饥饿中，他常常回忆起自己与妻子在一起的时光，甚至在心中与她对话。虽然他不知道妻子是否还活着，但这种爱的力量和对未来的渴望，让他坚信自己有理由活下去。他意识到，未来的希望，哪怕只是一种可能性，依然可以成为强大的生存动力。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尤为重要。在消费主义社会里，我们被灌输的是短期的满足感和及时的享乐主义，但真正能让我们走得长远的是对未来的憧憬。我们需要有目标，有愿景，有一个值得奋斗的未来，这样才能超越当下的焦虑和不安，在苦难中找到意义。弗兰克尔的另一个关键发现是，苦难本身也可以成为生命的意义来源。在集中营里，痛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饥饿、寒冷、虐待、死亡无处不在。许多人在面对这些苦难时选择放弃自己，但弗兰克尔反其道而行之。他问自己，如果痛苦是无法避免的，我能否赋予它意义？弗兰克尔发现，面对无法改变的痛苦时，我们如何回应这些痛苦，决定了我们的内在价值。对于他来说，苦难并非单纯的负担，而是一种考验，是个人成长的机会。通过积极面对痛苦，弗兰克尔不仅超越了集中营的苦难，还发现了人类精神的强大力量，爱与精神的力量。在最艰难的时刻，弗兰克尔深刻感受到爱的力量。他回忆起与妻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虽然他不确定他是否还活着，但对他的爱支撑着他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刻。弗兰克尔认识到，爱是一种超越物质和现实的力量，甚至可以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为人带来温暖和希望。这也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提醒，
尽管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中，但真正有力量的东西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世界。我们不应该只追求物质财富和短暂的快乐，而应该通过爱、关怀和与他人的联系来找到真正的意义。意义疗法的形成，弗兰克尔最终将他的这些发现总结为意义疗法。他相信人生的主要动力是追寻意义，而不是追求快感或物质。他提出，面对困境时，人们需要的是找到某种内在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精神的自由和内心的平静。意义疗法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不断引导我们追求更多的物质和外在成就，而意义疗法则强调真正的意义来自于内在的选择和对生命本质的思考。通过这一理论，弗兰克尔让我们看到，摆脱消费主义的精神控制，找到自信和活出精彩人生的关键在于追寻内在的意义，而非外在的物质追求。那么，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应用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帮助我们找到生活的意义，摆脱现代社会中的空虚与虚无感呢？第一步，寻找个人的责任感。弗兰克尔在意义疗法中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每个人对生活中的责任感。我们每个人面对的情况都是独特的，而生命的意义正是隐藏在这些独特的境遇之中。换句话说，生活的意义不是单一的或通用的，而是需要我们根据自身的经历去发现。那么，如何去发现这种责任感？首先，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当前的处境中，我能够对谁负责任？我的存在可以给他人或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例如，在家庭中，你可能需要对你的孩子或配偶负责；在工作中，你的责任可能是完成某个项目，帮助你的团队成功；而在生活中，你的责任也可以是对自己身心健康的照顾。这些责任感会赋予你生活的方向，并且帮助你发现生命的意义。第二步，从爱中找到意义。弗兰克尔提到，爱是理解他人、理解世界的一种途径。爱不仅仅是感情，它是赋予生活意义的重要来源。通过爱，我们能够超越自我，看到生活中的美好与希望。你可以从你关心和爱护的人身上找到意义，无论是家庭、朋友、恋人，还是甚至是你对某项工作的热爱。我们不需要被社会强加的物质目标所控制，而是可以通过关心和珍视他人来获得满足感和价值感。想象一下，当你为爱的人付出时，这种无私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生命意义的体现。这种意义超越了消费主义对物质的追求，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充实与内心的满足。第三步，接受并赋予苦难以意义。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不可避免的会遭遇痛苦和困境，无论是疾病、失业、失去亲人，还是其他生活中的挫折，痛苦是无法避免的。弗兰克尔教导我们，面对痛苦时，不应该一味逃避，而是要勇敢接受，并为这种痛苦赋予意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改变我们对痛苦的看法。痛苦不应该被简单视为负面的东西，而是成长的机会。你可以问自己，在这场苦难中，我可以学到什么？这个挑战能让我变得更强大吗？我的应对方式是否能够为他人提供帮助或启发？通过这种方式，痛苦就不再是单纯的折磨，而成为了提升自我的契机。例如，当你面临事业上的挫折时，尝试将其视作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而不是失败。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也是自我发现和个人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步，聚焦当下的选择。意义疗法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面临选择。虽然外部环境可能充满不确定性和压力，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如何回应。你可以选择放弃和消极，也可以选择积极面对，并在其中寻找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尝试将注意力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过去的遗憾中拉回来，专注于当下的行动和选择。例如，当你在工作中感到压力时，问问自己，此刻我可以做出什么选择来改变我的状况？通过集中精力解决当下的问题，你会发现生活中有更多可以掌控的部分，而不是被外部环境牵着走。第五步，探索自己独特的生命使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使命，这就是意义疗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生命的意义并不是社会为你规定的，而是你自己通过行动、体验和思考去发现的。你可以通过反思自己过去的经历、当下的兴趣和未来的目标，去发现你的独特使命。问问自己，我做什么事情时感到最有成就感？
我关心哪些问题？我希望自己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通过这些问题，你可以逐渐发现自己的内在驱动力，并找到独特的生命使命。无论这个使命是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还是通过工作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都将成为你在日常生活中找到生命意义的关键所在。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为什么这套方法显得尤为重要？今天的社会，尽管物质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但人们的内心却越来越空虚和迷茫。我们每天被各种信息轰炸，社交媒体、广告、消费主义正在悄无声息地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似乎都被引导着相信，只有通过购买、拥有、炫耀，才能证明我们的价值。但事实是，这些物质追求往往带来了暂时的满足，却没有真正的充实感。目标感变得越来越虚无，很多人陷入了没有方向的焦虑和迷茫。而意义疗法在这个背景下，正是帮助我们找到内心力量的关键。它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并不来自于外在的成就和物质，而是来自于内在的责任感、对爱的追求、面对苦难的态度，以及在每一个当下的选择。通过意义疗法，我们可以摆脱社会对物质消费的强加追求，找到自己真正的目标与使命。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很多人都在追求某种看似遥不可及的成功、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房子、更好的物质享受。然而在达到这些目标后，很多人发现内心依然感到空虚，这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从生活中找到真正的意义。意义疗法提醒我们，目标感不应该来自外部的指标，而是来自内心的选择。通过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们可以重塑生活的方向和动力，而不是继续陷入无止境的物质追求之中。特别是对那些感到生活失去方向的人，我想要呼吁大家停下来，看看意义疗法。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方法，更是一种生活哲学。它帮助我们去发现，即使在看似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够找到意义。无论是通过工作，通过关爱他人，还是通过接受苦难的挑战，它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使命，而这个使命不应该被消费主义所定义，而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内心探索去发现。在这个目标感越来越虚无的时代，意义疗法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追求内心的平静与满足，而非外界的成就和物质。它赋予我们一种超越日常琐碎的力量，让我们重新获得方向感和目标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理解和实践意义疗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意义，摆脱社会的精神控制，重塑真正的自信和生命的精彩。因此，面对越来越虚无的时代，不妨停下脚步，看看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这本《活出生命的意义》。你可能会发现，正是它能带领你走出内心的迷茫，找到真正的目标，活出属于你的非凡人生。谢谢大家。